徐阶此行，深怕打草惊蛇，兵马不多，你手底下的人死不了几个。这是他的行进路线图。这块地方地处偏僻，各路兵马很难支援。在这儿动手，你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他一网打尽，杀了徐阶，我马上发货。那明德不是跟徐阶在一起吗？我只能说，尽量让他活着。够狠！这笔买卖，你做还是不做？你一步步的逼我上钩，我岂有不做的理由啊？我会派我的人支援你，要死，大家一起死。放心了吗？十一娘，把我的清酒拿出来。今天我们不谈生意，只谈风月。この後、びっくりした。大文，江龙。三成，你好大的口气！你知道3成是多少钱吗？钱多又不扎手。若不是我拿下了刘公子，我哪有资格谈这3成啊？我的钱和你的钱有区别吗？当然了，你的钱姓高，我的钱姓李呀。你说这3成，梅艳楼得卖多少次身子才能抵得过这3成？我跟你说过，我挣的每1两银子，都是为了给你赎身，忘了吗？赎什么身啊？我这身子还赎得了吗？我就是梅艳楼，姑姑走了以后，梅艳楼就是我。这2天有没有人翻过你的牌子？刘公子，刘公子，刘公子。港田君，港田君，港田君。
怎么样了？又死了3个。我太久不曾睡觉。阿弥陀佛。师傅，寒暑来时怎么办？去找一个无寒无暑之地吧。这天底下哪里有无寒无暑之地？将自己化作寒暑，这天下处处便都是无寒无暑之地了。那样的无寒暑之地，只在心中，如何能让苍生得解脱？如果你常有此心，天下苍生怎么会得不到解脱呢？我看不到他们的解脱，看到的只是他们的苦厄，听到的只是他们的呻吟。你医治他们的伤痛，超度他们的亡灵，这难道不是解脱吗？我不想他们死后得解脱，我想让他们现在就得到解脱。师父，我该怎么做？无想，你心动了，为何？杨秀说，徐阶会来洛阳，调查洛阳官府的弊案。很好。杨秀还说，徐阶这次来带了兵很少，弟子担心在途中会遇强人所袭，弟子想下山相助。无想啊，你操心操多了。徐阶乃当朝赐府，怎么会那么容易受伤害呢？做好眼前的事儿，便是大智慧。一定要杀徐阶吗？他可是当朝赐府。杀？为什么不杀？你为什么这么关心徐阶？我不是关心他，硝石可以卖，但是你不能把粮食也卖给他。我想给那些灾民一点活路。你真的以为那些灾粮可以到灾民的手里吗？狼太多了，就算我不拿，那些狼也会把粮食舔得干干净净。谁拿，谁会遭报应的。什么是报应？你从一个君主变成今天这个样子，这算是报应吗？你做错什么了？报应只会欺负善良人，没有人，也没有佛可以去帮你，只有我，我就是你的佛。睡吧。大家都别急，一个一个来。谢谢谢谢，谢谢谢谢。
拿好，拿好。吃一口。您拿好，哎，只能拿一个，只能拿一个。老头子，粥打回来了，你喝一口吧。谢谢啊。老头子，老头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老头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老头子，老师，我老头这是怎么了？观音土吃的太多了，现在积色了食道，排不出去，吃不进来。那给他开点泻药吧，我这就去拿。回来。这样了还能吃点泻药吗？大师，他平时身体可好了，吃饭吃的可多呢。大师，求你了，你救救他吧，求求你了。大师，求求你了，大师。老头子。洛阳已经没吃了，再迷们无处可去，只能来少林寺了。脉象虚浮，细如线，凝血亏得太厉害了。3年来，脉象虽是亏了，可梅艳楼的生意却不曾亏过。我给你开一些补气的方子吧。陈文道，我就这么可怕，你都不敢看看我？贫僧法号无相，改了名字，过去的事情都可以忘了吗？3年来，我过得挺好的，每天早上醒来，身边都是不同的人。高简雄对我也挺好的。你就没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每日见服，服足3月，一切病灶皆可消除。多谢大师，11娘受教了。
施主，劝劝高剑兄，开仓赈粮吧。他连徐阶都敢杀，你觉得他会放粮吗？杀谁？徐阶，他3日之后来洛阳。高剑雄让冈田在半路杀了他。怎么？你觉得他们杀不了他？为什么告诉我？我就不能有一点善心吗？在你眼里，我就这么卑贱？你若是想救他，2日之后你下山，我在驿站等你。庄主，你真的答应多给李真真一程？我们还有退路。我觉着，现在的高剑雄和李真真比明德还贪心。长此以往，我们这生意可不好做。中国有句俗语：“吃着碗里的，想着锅里的。”人的欲望是没有底的。但我就一直想不明白，那个高剑雄这么疯狂的敛财，难道明德真的一无所知，毫无察觉吗？船主，有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我们还要杀徐阶吗？我们还有更好的选择吗？他说的没错，徐阶不死，我们就很难安心的挣钱。不想那么多了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好，来，都小心着点，快点！快点！好，你们快点！你们快点！来，搭把手，来。十一娘，十一娘，小心点啊！好，来。十一娘，看着脚下，快点！好。是娘，这是最后一批货了吗？是的。你走吧，剩下的让我的人来办。十一娘，哎呦，唐突了。刘公子，今天怎么来这么早啊？贵客临门，可姑娘们都还睡着。这群奴才，这应该好好收拾收拾了。小口这次来，是想给十一娘一个惊喜的。十一娘，通关文牒我都给你备好了，但我总得知道，你要运的是什么货吧？
刘公子，不妨来我屋，我让兰兰给你做几道拿手好菜。不急。哟，这么多宝贝啊！哎呀，怪不得人家说梅艳楼太子进太监出啊！此言不虚啊，此言不虚啊！既然你都知道了，刘公子就不必再看了吧。好，河南最近闹饥荒，难不成你们梅艳楼把所有的粮食都藏在这里了吧？这是什么？消失。我爹是兵部侍郎。现在谁也救不了你了。大人，您没吃饭？什么时辰了？5时了。东西都送到了。到梅艳楼了。知姨娘怎么说？没有。大人，您还有心事？饭总是要吃的。没人拦得住我。报，高大人，门外有一梅艳楼女子，一定要见大人。让她进来。高大人，出事了！这回我要无仇。自我持戒、剃度3年了。3年来，我遍览少林藏经阁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经书读得越多，人却越发糊涂了。大师，当众生苦厄之时，弟子究竟是应该守戒于山门，还是应当出世下山渡难？白火师傅说，弟子应当守住心中寒暑，救眼前人。可弟子明明知道，众生即将蒙受大难，却见死不救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没办法守在这清净地，我没办法守住我的清净心。大师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吾想，何为禅？请大师赐教。
抬头观天，天有何物？空。低头看地呢？无。恳请大师明示。你可见天上明月？微臣亦有佛心。你执迷于己心与佛经，如何无禅？吾想，这一劫只要迈过，便是涅槃重生。我们都快饿死了，都是蛋清了，蛋清了，大家，大家别抢了，别抢了，我都推着我，别抢了，真的没有了，施主，大家听我说，大家都安静点，我们真的不能凉死，你们都不要抢了，我们都快饿死了，俺这没有吃了，大家别抢了。俺方丈都喝了3个月的稀粥了，真的没有了，俺都没有了。你让开给我！你们给你们那么多香油钱，你们都不管我们吗？俺不是不管的呀，真的没有了呀。是啊，我们真的没有了。你看什么呀？这是我的白书，管我们，不管我们，你管我们呀！把白手堂给施主了，还给他。他还能活多久？我还能活多久？他吃饱了还得死。吃吧。哎，施主，施主，施主！还有，还有吗？还有点，来，都没了。你看，怎么没有了？还有吗？我们真的很饿。我们吃什么呀？施主，我们真的没有了。我们吃什么呀？大娘，大师，您就吃了吧，您吃了还能多救人。阿弥陀佛，师父。师父，我想下山。把那大筐药给我。师父，我说我想下山。火候没到。
师傅是想说我火候还没到吗？我是说药。朝廷派了徐四府、徐阁老到河南来查勘灾情，但是高继雄他们居然想要在半路截杀徐大人。我要下山，是要下山去救人的，师傅。这熬药啊，最讲究火候，火候不到，药效出不来。可火候要是过了，这药啊就成砒霜了。那师傅觉得，火候什么时候能到？还欠一把柴。来不及了，师傅。我必须要马上下山。我必须要马上下山救人的，师傅。下山是救人，在这儿也是救人。下山是修行，在这儿难道就不是修行了？阿弥陀佛。吴侠，你要下山？是。爱火师傅，吾想如今已经是药局首座，不再是当年那个小药僧了。你怎么可以纵容他呀？方丈啊，我可没有。人心复杂，人心险恶，一切都由心而生，一切都随心而动。那你就应该好好的帮他调调他这颗心嘛。他的心呐，我可调不动喽。须知，善心未必起善因，善因未必得善果。你六根还没净，如若下山，你的欲念又将被撩起。3年修行将前功尽弃，不在深山清净处，怎得无上菩提心？寺里还有多少粮食？难道让我带着他们在这深山清净处吃药充饥吗？现在朝廷派徐阶徐大人来河南查勘灾情，高建雄他们居然想要半道截杀徐次府。方丈，我下山是要去救人呐，我以为少林僧人本就该胸怀匡扶正义之心呐。那徐阶是你一个人救得了的吗？河南的饥民是你一个人能救得了的吗？我想试试。怎么试？去劝他，你劝他，他能听你的吗？如若他执意要杀徐阶，你又当如何？把他也杀了？你如此不守戒律，是还想给少林带来劫难吗？药局首座必留少林，你对少林的责任。这是我的责任。那少林的，见死不救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宁愿不做药局首座。吴强，这就是你修行3载所悟的道吗？少林戒律必须遵守，你若不从，便是背叛少林。下山之事，
谁都不许再提。方丈，山我一定要下，哪怕是背叛少林。背叛少林就是背叛佛门。你是要还俗吗？如果只有背叛少林才能消解此罪的话，是的，我要还俗了。和尚还俗，该当如何？过18铜人阵，大出少林。武强，认错，快向方丈认错。我没错。杯酒天下苍生，何罪之有？同仁个个都是少林的顶尖高手，就算你侥幸过关，那也是命垂一线。下山，下山还有何意义？这因什么？当年慧可禅师断臂求法，今时今日，我只能也试一试了。明日辰时，洛阳放粮了吗？还没有。为什么不开仓放粮？他高剑雄心里想什么？他知道徐阶要到吗？属下在信里都已经写得很明白了。赶紧再发书一封，告诉高剑雄，若不开仓放粮，我到了洛阳拿他10万。是。梁千户，这么晚了还要出门啊？杨公子深夜来访，有何贵干？杨秀拜见明大人。大人，下官只是想提醒一下大人，此次出行只是暗访，别走漏了半点风声，否则阁老会不高兴的。这官场上该做什么，不该做什么，我比你清楚。方才下官看到有快马来到，希望不是明大人给高剑雄通风报信，趁阁老未抵洛阳之前，赶紧掩人耳目。不通风报信，谁保阁老安全？你这是在威胁阁老吗？杨秀，河南大旱，灾民闹事，我部于洛阳互通消息，掌握沿途情况，并指派洛阳官员提前迎驾。阁老出了事情，你负责。
林大人，你不想知道这奏折里写的是什么吗？阁老这次亲赴洛阳，主要是为了查河南巡抚侵吞灾款、贪污公帑、滥杀请命书生一案，还请明大人能精诚合作，给圣上一个交代。请转告阁老，下官明白。明大人，天色已晚，还请明大人早些休息，明天还要继续赶路。杨秀先行告退。杨公子则好。打开看看，里边写了些什么。这奏折上说，大营令纵肉手下高建雄私贩小事，勾结倭寇。高建雄这些年到底背着我和冈田都做了些什么事情？他以为搞定了河南巡抚就天下太平了，他以为皇上养的那些御史言官都是吃干饭的，真是自作聪明。大爷，咱们该怎么办？赶紧通知高建雄，务必开仓放粮，并告知行经路线，后日出城迎接阁老进洛阳，确保阁老之安全。河南大旱，灾民笑举山头，若阁老有一点差池，你我都活不成。至于这个高建雄，我日后再慢慢收拾他。是。少林药局首座无响，背叛佛门，按少林戒律，当打过同人，方得下山。无想已经想好了。诸位师伯，吾想回头吧。少林同仁以金刚怒目护少林佛法，岂容幼鱼情面？少林13年前的劫难，
到今天尚有化解。少林要的是清修，而不是擅闯恶因，搅了这片安宁。正一，你们都不肯执法，是想让本方丈来了结此段孽缘吗？贫僧愿与吾相受座，一较高下。没想到吧？第一个应战的会是我。若还念我这个师伯的话，听贫僧一句劝，回来吧。师伯，不是吾想不言回的，是吾想望得正法，不能回的。那师伯，对不住了。少林是清净之地，此处修行才是悟道正法的不二之选。若要救人，少林亦可救人。求清净地，难得清净；不清净地亦好修行。下山也是悟道。你修行不够，下山恶念了不，你就不怕回不来吗？恩人不同入大同。正因师伯，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。
看得破方才一招，却能看破所有吗？世间事，世人皆有诸般不解。正义师伯，就让我们以各自的方式，去寻找自己的答案吧。好，既然你有此心，我成全你。无暇，同人能够重回少林，都是拜你所赐。今日你执意要下山，贫僧受这一招，便是将恩情相还。之后，其他同仁出手若有失轻重，皆因少林戒律使然。还望莫怪。众位师伯，对无暇恩重如山，无暇不怪。他们愿同仁恩怨已了，护法少林。一切有违法。阿弥陀佛！一切有违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电亦如露，当众如是观。结阵。无暇，你可知道此时少林需要的是传承，而非不世之高僧。少林寺自达摩东来传法，几百年来佛法不断，不因他物，而是一代代的传承。佛、法、僧，法在僧前，不以此序，便是结罪。师伯，佛
也非一步成佛。所以佛陀传下世间佛法，便是让我们不犯此过。师伯，放吾想下山吧。不留心，众生皆无智慧；若有意，微臣亦有佛心。可不下山，又如何向众生展现佛心慈悲呢？你以为只有你的慈悲才是慈悲？你的佛法才是佛法。阿弥陀佛。无想，收手吧。
吾想是指，少林功夫博大精深，以你3年所学武艺，只是沧海一粟，毫无胜算。回头吧，你是出不去的。他不肯下山，方丈，再打下去，必死无疑啊！杀生乃佛家第一大戒，恕难从命啊！少林戒律，岂容儿戏？想出少林，还得过老僧这一关。佛家三宝，法在僧前，参禅悟道，方是少林的精髓，僧人之本分。老僧今天不与你比，我们比禅。正念是吧？无暇，怎么敢在你的面前造次论禅？当年老僧的师父空知禅师，还是达摩院首座的时候，观海大师曾以禅杖直指空知。他问：“何为禅？”空知禅师答道：“禅即少林，颠沛必于此，悟道必于此。”答毕，观海大师笑了笑，说：“你只得到了我的皮。”于是，
只将方丈之位传于孔之，却并未传其衣钵。尔来寒暑23载，孔之禅师因未得到关海的衣钵，终日忧愁，郁郁而终。关海大师曾说：“你与佛有缘。”既然如此，那么老僧问你，何为禅？这便是禅。天下之大，禅何止一种？佛法不是谈玄说妙，不是卖弄玄虚，佛法是活生生的活法。禅是我们从无处安心到无处不安心的温和惩戒。若是我们84000法门都是空想，在方丈看来，禅是少林；在山下的鸡民看来，禅就只是这半块白薯。既然少林解救不了众生，请方丈允许吾想下山，去世间寻得正义，解救苍生。吾想，不忘初心，方得始终。希望你能记住你的话，记住你的心，记住你所要承担的责任。自此下山之后，尘世间的诱惑与牵绊会像绳索一样束缚你。那3000烦恼丝，你要时时刻刻地提醒自己，剪断了几根。红尘的羁绊，有些事儿能不管就不管。
些忧虑啊。拜火师傅，老僧修禅这么多年，还不及无想一朝悟道，正念心中仍旧被执念所累，难堪少林方丈之重任。方丈啊，个人悟道靠的是机缘。少林寺正如方丈所言，自大漠东来数百年，靠的不是机缘，而是传承。方丈只是传承了少林的法统，你做的没有错。在这末法之时，能够如法护住少林三宝，能够让少林寺正法长驻于世，方丈做得很好，应该继续做下去。拜过师父。谢谢你。有伤。我有剑。为什么？和尚要入世，这是代价。我去打盆水。李施主，告诉我，怎么救徐阶？我要救徐阶。
想说，我回来。真真，我打住山门不移，别让这一切告诉我，我要怎么才能救徐姐？求你！你会死的。生老病死，爱别离，越长久，救不得。不是。我说的是世界八股，我想超脱的。帮帮我！文道。呼吸。都在这里了，他们设下埋伏，在这边刺杀徐杰。但是我有个要求，让我为你疗伤。我开放的。我说，前世500次回眸，换得今世1次擦肩而过。让我再多抱你1次，也许来世我们就真的在一起了。
钟声在敲打，将你忘记的方法画上袈裟，剃去了头发，一身伤疤，最好再添几个结疤。谁度过漫长的年华？谁又穿过淋漓的佛塔？如若有幸再见那边苍老的面颊，请别问我为何出家。有什么叫心乱如麻？又有什么叫旧地放下？若有一天你我相见，问是否隔断牵挂？我的心早已四海为家。我的心